家里的遥控器失灵了，我们要找到好的修复方法，用一个打火机烤一烤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相信吗？可以跟着视频往下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烟盒大家有没有呢？估计老公吸烟的话都有烟盒，对不对？它里面有这个保护层，就是这个锡纸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锡纸给它取下来，再用打火机烤一下，像这个样子就烤好了。这背面这层纸呢，我们可以折叠一下，折成小块。接下来我们按一下我们的遥控器，哪一个不灵就按哪一个。看到哪个失灵的按键呢，多按几次，就是这个按键失灵，对不对？它没有亮红灯。接着我们知道了问题的出现，先把电池拿下来。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下面有没有螺丝。如果没有螺丝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刀子像这样慢慢的把它抠出来。如果有螺丝的话，可以把螺丝打开。我这个是 PC 版，看一下这个 PC 版是有一些氧化的，我们可以擦干净表面。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按钮是不是氧化掉了，上面也会有垃圾的。擦拭干净之后，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我们用烤过的这个锡纸，也就是胭脂盒里面的纸，放到我们这个按键不灵敏的地方。放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遥控器盖子盖紧实。我们来看一下遥控器怎么样，能不能用了，是不是还是不错的方法呢？遥控器瞬间就能够恢复如新，按键比较灵敏，也不失眠了，也不失灵了。像这个用火机烤一烤就能够修复遥控器的方法是很简单的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教我的，今天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的，真的是很实用又方便，也不用花钱去请师傅修，对不对？也不需要买新的遥控器。遥控器人人不陌生吧，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，无论是开电视、开空调，都离不开遥控器。相信很多朋友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电视遥控器找不到了，或者是摇不好了，失灵了，用的时候很着急，对不对？遥控器电池取下来，接着再把遥控器后盖打开。如果后面的螺丝呢是拧开的，我们也要用螺丝拧开。如果遥控器呢是这种卡扣的，需要找一个小刀，像这个样子，一点一点撬开就可以。动作慢一点，不要把遥控器弄坏了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先用橡皮擦一擦，把电路上的每一块板都擦干净。你看一下，是不是上面很脏很脏的，都是黑黑的？遥控器失灵，一般都是由于遥控器用的久了，电板路堆积了脏东西导致的灰尘不良接触。只要用橡皮擦一擦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如果家里没有橡皮的话，也可以用纸巾擦，纸巾擦也可以，只要擦干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个样子呢，全部都要擦一遍，上下左右、前面后面都要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尤其是按键不灵敏的地方呢，都要擦得干干净净。像这个样子擦好之后，再准备一个铅笔，在我们的按键地方涂抹涂抹。铅笔的主要成分是石墨，石墨能够导电的，也能够有效的改善按键接触不良的。这样子来回来回的按压按压，画一画涂一涂，每一个位置都不要放弃，每一个位置都要涂抹均匀，多涂一点是没有关系的。像这样涂抹之后呢，再我们把我的遥控器合上就可以了。合上之后动作慢一点，再装上我们的遥控器，你再来试一试遥控器到底好了没有。遥控器瞬间就能够恢复如新，一点都不卡顿，按键灵敏，像新买回来一样特别的好用。遥控器基本上是什么作用呢？家家户户都可以用到，对不对？遥控器呢容易坏，但是生活中呢，不要坏了就去买新的，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技巧
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掌握遥控器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找到原因之后，才能够更好的修复遥控器。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遥控器会出现的几个问题。一、遥控器电量不足。遥控器总是不灵敏，这也是因为了电量不足导致的电量不足导致的。如果你发现了遥控器没有办法工作，检查一下电池是否需要更换，或者是类型的一些电池，确保电池安装正确。如果你确保不了更换电池，请按照遥控器上的一些查阅手册去查阅。二、电池的腐蚀问题。电池槽内的诱惑，电池的液渗出来，会导致遥控器失灵。清理电池的槽中的锈斑，电池渗出物品，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如果你发现了电池槽内有斑迹，请用软布、棉签轻轻的擦拭，确保电池保持干燥的状态。电池如果渗出了一些液体，把电池需要取出来扔掉就可以了。三、遥控器按键失灵。如果遥控器的按键没有办法正常工作，按键试几下，看一下是否能够恢复如初工作。按键没有反应，可能是因为遥控器内部的电路故障导致的问题出现。这时需要打开遥控器，检查电板路是否正确。自主修理遥控器不仅能够节省时间金钱，在这个数字化时代，很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动手修理电池、修理遥控器，家里的小物件都可以自己修理，对不对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的烦恼问题，而且能够增加你的生活经验和技巧。如果你有很多的修理电池的方法还有技巧的话，欢迎下方伙伴们评论留言讨论哟。今天分享的视频大家都学会了没有？就是简单的清理我们的遥控器，方法还是不错的哟。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